Hello，大家好，我是迪迦尔康。我在本届浪姐里最大的收获就是了解到我们越南真姬吃铺姐。93年的吃铺姐16岁就凭借选美大赛第一出道，念完大学以后正式进军娱乐圈，主演的第一部电影就是越南知名百合片。虽然她与前任和前任现任之间的爱恨情仇我并没有完全厘清，但我慕名去看了这部她与前任在2015年共同出演的百合电影后，被这两个人深度圈粉，沉迷在一种后知后觉的 BE 美学之中。不过这部电影本身是 happy ending， 大家可以放心观看。在影片中 ，Chip 脸上还带着点稚气未脱的婴儿肥，一双眼睛甜甜的，又惹人怜爱，是有非常早期偶像剧女主的感觉。他的女友造型虽然有点油，但整体五官还是很漂亮的，有一股保种的帅气。最关键的是，两个人在电影中暧昧触碰，眼神拉丝，亲昵拥吻，总之就是这份激情不像是演的，他们不是真的，那我就是假的这种感觉特别令人着迷。影片按照时间顺序，从两位女主小时候的初遇开始说起。吃铺饰演的女主角小吃，父母早逝，从小和外婆相依为命，只有在外婆身边时才会露出笑容。她天资聪颖，却性格乖巧孤僻，少言寡语。也正因为这一点，让她在学校被霸凌姐记恨上，三番五次找小吃的麻烦。霸凌姐那些小打小闹的恶作剧，小文都看在眼里，她也试图用小恶作剧的方式引起小吃的注意，但我们的高冷小吃把她当成了和霸凌姐同一种人，通通无视掉了。小吃的沉默让霸凌姐越来越嚣张。这天，霸凌姐喊上自己的一群姐妹，团团围住小吃。看到情况不对，一直默默观察小吃的小文，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带着小吃逃走，自己却负伤了。不过从这次之后，小吃对她敞开心扉，两个人成为了好朋友，每天上学放学形影不离。这天，两个人路过一个玩具摊，小吃喜欢上了这两只成对的玩偶。小文看着出神的小吃，许下承诺要把早饭钱省下来买下这对玩偶，作为给彼此的礼物。看吧，青梅竹马剧情必备的定情信物，这不就出现了吗？但是不吃早饭真的不行，会长不高的。小文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家境殷实，有一个年纪稍长的哥哥和温柔疼爱女儿的父亲。但哥哥的意外去世让整个家庭几乎是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父亲将儿子意外去世归咎于自己，整日酗酒，不愿面对现实，也因此丢了工作。生活的重担压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一家人也因此不得不搬家。这也意味着小吃、小文两个人不得不分别。得知这个消息后，小吃拿出了自己所有的零花钱，买下了那对玩偶作为礼物，让外婆转交给了小文，自己却没有勇气见小文最后一面。小文等了很久都没有等来小吃，在期待落空后哭着离开。而就在这条小巷的转角处，小吃偷偷望着小文远去的背影，无声地抽泣着。转眼多年过去，小吃长大成人，青春靓丽，有着不错的衣品。白天在大学上课，晚上在便利店打工补贴家用。也不知道是倒了什么霉，霸凌姐也居然还跟小吃一个学校，还在坚持不懈地找小吃的麻烦。此时的小吃还谈着一个富二代男朋友，一走出校门，她的男友李思聪就开着他的宝马车出现在小吃面前。当然，这两个人之间一点恋爱的氛围感都没有，只能感受到李思聪单相思的穷追不舍。多年来，小吃依旧是和外婆相依为命，过着简单快乐但是异常忙碌的日子。白天上课，晚上打工，回家给外婆做饭，弹琴给外婆。在校外组乐队，经纪人还为这个乐队报名了音乐比赛综艺节目，女主角要为了参加节目而加强排练。不愧是主角，大概都能猜出来这些设定后面都会发生什么剧情了。交代完小吃的现充生活后，继续转入故事主线。这天，便利店里来了一个非常帅气的女生，这个颜值一看就知道是我们另一位失散多年的主角登场了。万万没有想到，两个人之间命运般的重逢，居然是依靠认对方当年受伤的伤疤来完成的。这么多年了，那个疤还在。比起剧情，我开始有点担忧小文的身体健康了。不告而别，多年以后相遇，两个人都憋了一肚子的话。小吃哭着道歉，承认自己当年因为无法面对分别的痛苦，才没有前去赴约。小文也并没有真的责怪怨恨他。总之呢，两个人表面上在互相责怪，但所有的观众都看得出来，这是在秀恩爱啊。在分开的这些年里，小文都过得特别辛苦，父亲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逐渐把女儿当成了儿子，而他也将错就错，扮演着大哥的身份。窘迫的经济和家庭的琐碎让他没有完成学业，高中毕业后就打零工补贴家用，赚微薄的工资。这和就算是出门骑摩托也要是宝马摩托车的李思聪形成一个对比。镜头回转到小文的家中，邋遢的老爹把家里弄得一团糟，面对满地狼藉，两母女收拾屋子，安抚父亲，一整套熟练的动作
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反反复复发生。这天，小吃外婆身体有点不舒服，小吃推掉了和李思聪的约会，要送外婆去医院。李思聪略有不满，不过他很快就更改了计划，约上自己的朋友去玩车。而另一边，同样是被小吃用要陪外婆去医院这个理由拒绝邀约的小文，则是把小吃的事放在了心上，选择来到医院陪在小吃身边。人与人之间的轨迹，往往是在这些小选择里逐渐偏离或靠近。其实小文的处境也不是很乐观，只有高中文凭的他再次被公司辞退，陷入了失业的状态。不过从好的一面来说，就是有了大把的时间谈恋爱。音乐响起，进入 Love Love 的 MV 段落，他坐上他的机车后座，穿街过巷，和小吃的朋友们说笑玩闹，在排练厅听小吃唱歌，在小吃打工的便利店当众秀恩爱。渐渐的，小文融入了小吃生活的每个角落，有人热恋，就有人被冷落。终于有天，李思聪愤怒上线，一上来就质问小吃为什么把自己打入冷宫。两个人的争执不欢而散，小吃出门转身就头也不回地坐上了小文的小摩托，一路飞驰奔向海边。两个人面朝大海，开始追忆往昔，互诉衷肠。小文拿出关键道具，10年前小吃送给他的兔子，开启了关键剧情。聊着过去，看着对方的眼睛，当言语停下来的时候，气氛反而愈加暧昧。小吃的眼神也从迷惑飘忽后开始深陷迷离，直到最后的关键时刻才突然理智回笼，拉开了彼此的距离。幸好有海风海浪掩盖住彼此之间隐秘却热烈的心跳，留给这对暧昧对象之间的时间并不多。小文爸爸因为食物中毒紧急住院，当小文匆匆赶到医院后，爸爸已经不再疯癫。从死亡线回来后的他突然清醒，看清了自己这些年有多堕落，看清了自己让女儿扮演去世的儿子有多残忍。家庭精神层面上的压力有所缓解，但高企的医药费也让这个家庭再度陷入困难。小吃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外婆的身体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问题。在照顾外婆的时候，小吃也第一次向外婆倾诉自己内心的想法。他开始怀疑自己和李思聪之间并没有爱情，他开始困惑于到底什么才是爱情。外婆也早就看出他和李思聪之间情感错位，安慰小吃说，当你遇见真爱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什么是爱情。家庭的困难让小文忙于生计，又因为担心连累小吃，他从父亲住院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络过小吃。一方面，小吃困惑于自己对于小文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感，另一方面又担心小文的家庭状况，重重思虑甚至影响到了他的排练工作。他魂不守舍的状态让李思聪察觉到强烈的危机感。看着在约会时心不在焉的小文，李思聪终于忍不住了，大发雷霆质问小吃，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对他真的只是普通朋友而已吗？最后甚至把观众们想说的话也一口气说了出来。搞对象是吧？你们这是。至此，这个角色在这个电影中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了。小吃想方设法找到了小文，来到他打工的店里，想把自己勤工俭学攒下的所有钱都给小文，力所能及的去帮他解决家庭的困难。哪怕被小文用很凶的语言拒绝，也依然希望他能够接受他的帮助。看着哪怕挂着眼泪哭巴巴却依然执着不愿退让的小吃，小文也没有办法再狠下心，接受了小吃的善意。但厄运却同时找上这对小情侣。小吃的家境其实也并不算很富裕，靠着外婆微薄的退休金和自己打工的工资生活。他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给了小文，回家后却发现自己的外婆躺在他最喜欢的靠椅上，却再也没有机会回应小吃对他的呼唤。原来外婆罹患癌症，为了不给小吃增加经济上的负担，选择隐瞒病情并放弃治疗。在小吃忙于其他事情的时候，外婆偷偷在安排自己的身后事。失去唯一的亲人后，小吃很长的一段时间都郁郁寡欢，把自己锁在家中，反反复复弹着外婆最爱听的钢琴曲。带他走出悲伤的依旧是小文，一曲经典的4手联弹，让情绪慢慢变得浪漫。小文的爸爸在恢复健康后终于醒悟，不能再继续伤害爱他的家人们，重新承担起自己作为丈夫与父亲的责任。与此同时，振作起来的小吃在乐队比赛中大放异彩。虽然电影就摇了几个劣质的镜头，但不难看出女主乐队一路挺进决赛，人气大涨。在庆功宴的一个雨夜，经历了重重困难的两个人，终于在细雨中心意相通。两个人的生活看上去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前进，但这路上必定少不了挖陷阱的人。没错，说的就是我们雌雄双煞霸凌姐和思聪哥。在霸凌姐不依不饶的诱导下，思聪妒火中烧，和小文在小吃学校门口起了争执。为了保护小文，小吃当着思聪的面坦荡出柜，而这一切被躲在100米开外的霸凌姐用收声效果超好的智能手机记录了下来，转头就在社交网络上大肆传播，让我们刚刚走红的小吃陷入了
了舆论的漩涡，走在路上都会被周围闲得无聊的人用不怀好意的目光打量。在一段同性感情中，社会压力其实并不是最伤人的。那些在学校、工作中嘲讽议论的人，或许明天就再也不会见面。让人绝望的压力，往往来自最亲密的人。小文的妈妈找到小吃，用一半恳求、一半威胁的语气让小吃离开小文，到最后甚至变得面目狰狞，仿佛面前的女生不是自己女儿的爱人，也不是在自己丈夫病重时拿出她全部的钱帮助自己的恩人，而是从她身边夺走女儿的恶魔。她说：“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不能再失去一个女儿。”但这位矛盾的母亲却又在过去的10年里，为了丈夫让女儿失去自我，扮演另外的人。看着面前这个近乎失去理智的母亲，小吃也不得不妥协。他开始拒绝与小文碰面。小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必须要找到小吃。小吃辞掉了便利店的工作，看着焦急的小文，不清楚状况的店员还反向安慰他说：“我不会相信谣言的，我知道你不是同性恋。”小文则坚定地说：“这不是谣言。”在一个暴雨夜，小文等在小吃家门口，恳求一个解释。但小吃为了让他彻底死心，违背自己本心，把最伤人的话全部都说了出来，用最残忍的方式为2个人的关系画下句号。看到这里，我想说，或许这部剧在镜头上不够漂亮，故事也早已不算新鲜，但时至今日，拉拉们的处境还是一样艰难。这电影快10年了，这样的情节依然会让我因为共情而情绪荡到谷底。回到影片，2个人分开后都痛不欲生。小吃逃避排练，拒绝与任何人见面。李思聪找到他的家中，本意是和他要一个解释，但看到小吃憔悴的状态，自然也就明白了爱与不爱的差距在哪儿。2个人敞开心扉聊过后，思聪哥终于选择放弃。他做不到祝福，他能做到的就是提醒小吃，生活并不是只有爱情，别忘了还有你的梦想。小吃这才想起，还有乐队的伙伴在等待着他，勉强振作起来，回归到排练当中去。乐队的总决赛也迫在眉睫了。和小吃分开后的小文精神状态完全崩溃，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像孩子一样摆弄着2个人定情的玩偶，魔怔的样子像极了曾经疯疯癫癫的父亲。在小吃总决赛这天，小吃的朋友找到了小文，鼓励他去小吃演出的现场，因为在这世界上2个人能够心意相通，彼此相爱，已经是无比的幸运了。希望他能够再勇敢一次，相爱的人不该就这样错过。看着情绪低沉、日渐消瘦的小吃，妈妈内心动摇了。在丈夫的劝说下，她也终于不再固执，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鼓励女儿去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家人不该是控制，是干涉，家人之间最需要的是彼此支持。好在一切都不算太晚，在演出现场，音乐响起好几次，小吃却哭丧着脸，一句也唱不出来。台下从喝彩逐渐变成喝倒彩，在他想要放弃的时候，队友突然将原本喧闹华丽的表演曲换成了小吃在这段时间里创作的情歌。他开口唱的每一句都在回顾2个人相遇、相知、相爱的过往。一曲终了，小文也终于赶到现场，2个人又一次望着彼此，在情歌的余韵里完成了更深刻的告白。这样的故事情节在拉拉电影里总是不断上演。被世俗分开的恋人，被迫与亲情对立的爱情，小吃饱含情绪的演唱赢得了全场的喝彩。最后那句理想浪漫的台词浮现：爱能战胜一切。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百合电影、电视剧、动漫相关内容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频道哦。为了不错过我缓慢但一定会有的更新，可以点个特别关注哦。在我的主页还有其他相关内容介绍。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个视频见。